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。做市商试图欺骗交易者，以错误的方向进入市场。他们在采取真实方向之前，需要流动性来抢夺增加利润。想象我们处于上升趋势，做市商希望将市场从 A 点推向 B 点，因此他们想购买大量票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愿意出售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处于上升趋势。所以他们欺骗了交易者，并使卖家通过一个简单的技巧，然后他们全部买入并继续上涨。因此，在本集中，我们将解释做市商欺骗的关键概念以及我们的完整策略，不仅会落入这个陷阱，还会从中获利。因此，如果您对此感兴趣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点击赞和在下面评论您的想法和问题，我们将尽力回答所有问题。在我们解释做市商交易设置之前，您需要深入了解有关趋势和假突破的两个关键原则。因此，让我们从趋势开始。不用说，在上升趋势中，市场会创造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。但问题是，市场几乎没有如此清晰的波动，而且经常波动。所以在这个例子中，问题来了：我们仍然处于上升趋势吗？那么现在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们处于上升趋势，直到我们得到蜡烛突破并收于该较高低点下方。所以这是另一个问题，哪个低点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更高低点？所以答案是，只有在向上突破结构之后，我们才会将回撤走势的最低点确定为更高的低点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是我们较低的高点。如果向下突破，可能出现趋势变化的信号。请记住，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下降趋势。所以，让我们将这个概念应用到真实的图表中。这里我们有一个下降趋势。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只要我们在接下来的动作中保持在这个高点之下，我们就处于下降趋势中，价格突破了向下的结构水平，并创下了新的较低低点。所以，这是我们的新的较低高点。只要我们保持在这个水平以下，我们就处于下降趋势。然后，市场继续创造更低的低点和更低的高点，直到我们突破并收盘于先前较低的高点之上。我们不再处于下降趋势，它将开始一个可能的上升趋势。现在您已经了解了趋势和市场结构的基础知识，让我们来谈谈假突破。假突破是指当价格突破图表形态时发生的失败突破，但随后又回到其内部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处于上升趋势，市场突破了上行阻力，因此当市场回调至该区域时，我们预计该水平现在将充当支撑，并拒绝市场回落上涨。但如果它毫不犹豫地直接突破，我们称之为假突破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，假突破表示方向相反一侧的动量，并且可能是方向改变的信号。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上升趋势，直到我们出现假突破，并且市场从这里逆转向下。现在您已经了解了做市商交易所需的所有概念设置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所以再次想象我们处于上升趋势，做市商想要将市场从 A 点推向 B 点。让我们假设他们想在达到 B 之前购买300万股，但问题是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处于上升趋势，价格更有可能上涨。每个人都想买，没有人想卖。所以，如果做市商现在进入市场，价格将立即达到 B 点，而没有给他们机会购买他们想要的数量。这就是他们如何通过一个简单的技巧让人们出售股票。他们会创建一个盘整区域，并将其突破至下行趋势。因此，很多人认为上升趋势已经结束，市场将反转。因此，他们进入这样的空头，然后做市商跳入市场，获取他们需要的所有流动性，并将市场推向上方。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市场的方式。当价格回到这个盘整区域时，它给了我们买入机会。我们将进场买入，并将止损放在该水平以下，并且止盈将针对下一个层次的结构。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说的两个步骤。首先，我们已经确定这是一个上升趋势，直到突破并收盘低于这个更高的低点，所以整体我们有看涨的偏见。其次，我们注意到假突破可能是短期下跌趋势可能发生变化的信号。当价格突破并收盘回到该盘整区域时，我们将执行看长趋势。重要的一点是，该策略是延续趋势策略，因此避免在每个市场场景中使用它。这意味着只有在明显趋势时才使用它。
现在让我们在真实图表上讨论这个交易策略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将其趋势识别为上升趋势。我们发现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没有突破，并且收盘价低于这个更高的低点，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仍然处于上升趋势。之后我们观察价格和找买入机会。所以在这里看看市场如何形成盘整区域，并将其突破至向下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交易者进行空头交易，认为市场会下跌，但随后价格又回到了盘整区域，忽略了这个支撑，变成了阻力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明显的假突破，这个正是我们知道总体方向是看涨。因此我们等待蜡烛突破，并在盘整区域内收盘，这就是我们的入场点。我们的止损在波段低点下，当价格达到我们的1:2个目标时，我们可以平仓一半。第二个目标，我们可以跟踪我们的利润。所以总体来说，我们预计看涨的可能性比较大。现在让我们看看看跌情况下的另一个例子。这里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，有一系列较低的低点和较低的高点，所以整体我们有看跌的偏见。我们将寻找空头入场机会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市场再次做出了通过向上突破这个盘整区域而做了个假突破，之后立即返回下方，表明抛售压力，并可能预示短期上升趋势可能逆转。因此，我们将在蜡烛收盘后此做空。我们的止损位于波动高点上方。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一些价值，如果有的话，请给这个视频一个赞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获取更多交易策略和技巧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也请随时发表评论，我们将尽力而为回答所有问题。下一集见。